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硅谷帮的谈话节目啊！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音乐人来跟我们聊一聊我们在湾区这个文化沙漠里平时可以玩玩音乐的地方哈。非常高兴请到了 Raymond 是Go Live Music 音乐联盟的理事会主席 Raymond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还有一位许多多也是 Go Live 音乐联盟的创始团队之一，许多多你好。你好，你好，非常高兴来这个节目。欢迎两位，欢迎两位。哎，我就特别喜欢跟音乐人聊天啊，这个平时聊科技聊多了哈，这些文化娱乐生活就非常开心。两位，要不然先介绍一下你们在做一个什么事情？这是一个非常 interesting 的事，我先给大家剧透一下哈，就是大家如果对音乐感兴趣，想自己玩音乐哈，一定不要错过这个这个组织。请两位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这个组织吧，好吗？好的，好的。所以主持人刚才说，喜欢跟音乐人聊天，因为聊科技人聊太多了。其实我们都是科技人，在硅谷这个地方，你要待下去，就是搞科技，当然就是你的福地。所以呢，我们都是在大厂里头打工的牛马。但是呢，我们确实有一个，就是跟大家可能跟很多人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对音乐的爱好。那我们跟许多多还有其他很多朋友走到一起呢，是因为我们平时喜欢玩音乐，就是会弹弹吉他或者说其他乐器，然后弹唱，然后我们就找到了，就是一帮人呢聚在一起，就觉得想有特别向往舞台，想找一个地方展现一下自己的这个演唱和弹奏，所以我们就成立了一个组织，叫做周末酱。然后呢，跟一个那个呃餐馆就是合作，然后每个星期六的晚上我们会到那边去驻唱，然后呢大概三四个音乐人，刚开始就几把吉他，可能有时候配上鼓，配上贝斯，然后我们就唱一晚上，每个人唱个三五首歌，基本上就能把整个舞台给扛下来。这个就是我们成立这个叫做周末酱的这个组织的初衷。好有画面感啊，我就对，感觉已经要看见这个画面了。这个组织其实我们已经差不多有2年时间了。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呃七八个人，到现在呢，我们有就是有一个常驻的一个乐队群，大概有50多个人，这些都是乐手，就是可以做弹唱，然后也可以做一些表演。然后另外我们还有那个2个500人的大群，也就是说我们的粉丝群大概有1000人左右，就是这么一个规模。然后呢，在硅谷，我们在好几家餐馆都有过驻唱，主要是在南湾和东湾，然后呢，就是大概运作了1年多以后呢，我们就觉得大家都是为爱发电嘛，我们也不赚钱，然后呢，商家当然就是虽然不用给我们钱，但是会给我们一个工作餐。那我们觉得就是周六的晚上可以有个舞台，然后可以去唱唱歌，然后有观众，最后还有饭吃，对我们这些斜杠青年来讲就已经足够了。哎所以我们就谁都可以去吗？谁都谁都可以去吗？可以去。对，然后呢，我们也有奉献精神的，我们还会就说，除了我们自己唱，我们一般就一个晚上3个小时，前2个小时是由我们这些乐手歌手自己唱，然后最后1个小时我们还搞一个开放麦，就是你可以报名，你可以提前告诉我们你想唱什么歌，我们这些歌手乐手可以帮你伴奏，让所有的就是朋友们都可以圆一个就是当歌手的梦。所以这个周末酱这个活动还是挺受欢迎的，我们的粉丝也就是这样子慢慢的就建立起来了。然后你两个那个大群的这些人，大家都挺喜欢的。然后呢，就是办到大概1年多以后呢，我们就陷入一个瓶颈，主要是什么呢？我们这些人首先都是业余的选手，平时都要在大厂上班，朝九晚五。那业务上面当然就是需要一些很多提升。另外就是还有就是那个器材方面，每个人的吉他当然要不了几个钱，但是你说比如说 mixer 啊，这些什么音箱啊，然对，后这些都是要钱的。那我还有特别是鼓，对吧？我们这些都需要钱。那我们就觉得我们这用爱发电可能也发到了极限，我们是不是可以成立一个非盈利组织？然后呢，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名正言顺的来做一些募捐，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拿到钱以后就更好的为草根音乐人服务。这就嗯，是为什么我们就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开始讨论，说我们要成立一个非营利组织。这就嗯，是，然后我们就是几个就是这个周末酱的核心人员，然后一起讨论，我们成立了一个叫 Go Live Musicians League。
Go 嗯 Live 音乐人联盟这么一个非盈利组织。然后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把那个501c3把它给申请下来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去拉赞助，然后呢，募捐的人呢也可以免税。这样子的话，我们嗯，就可以更好的向更多的人去推广我们的组织，然后到企业里头去拉赞助，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组织做得更大。然后我们的宗旨呢，当然我们就是不忘初心，我们还是要做live music。然后另一个我们要支持做原创音乐，因为我们这些就是音乐人里头很多都是有自己的原创音乐的，包括我本嗯，人，我大概去年也写了7、8首歌。然后呢，我们就觉得，首先我们需要一个舞台去展现我们的魅力。第二，我们也希望就是用很传统的方法去推广我们的原创音乐。然后呢，也支持所有的这些热爱现场音乐、原创音乐的朋友们。所以有了这个组织以后呢，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就是干很多的跟音乐相关的事，然后在这个湾区这个音乐文化什么文化沙漠文化里头，沙漠。希望能够就是能开创一片绿洲。这就是我们周末酱和 Go Live 音乐人联盟的初衷。哎，这个特别酷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事嗯情本身也特别具有一种硅谷的精神，就是如果嗯我们缺什么，我们就自己造什么。嗯我们没有什么，我们就自己把这个东西都给做出来，对吧？靠自嗯，己的力对，量，其实跟做 startup 非常像，这个太是的。太厉害了。许多多，你在这里面是什么角色？你玩的开不开心？还挺开心的呀，因为我从大学起开始就是有，嗯，特别想要周末能去酒吧里面当驻唱，然后就是这个是一个小小的梦想，你但是我有没有你有没有试过？我试过就是其他酒吧的开放麦这种，然后我没有，就是我一直没有就是 commit，就是说一个人去撑起整个晚上的那种驻唱。然后我觉嗯，得也是，就是突然在去年的时候就发现了中国这样这个组织，然后我就觉得哇哦，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我的想要的。我应该加入的团队。对，然后然后，果然就很好。嗯。然后你在里面是什么角色呢？哦，我在里面是偶尔会当键盘手，然嗯，后我也会唱歌。嗯，对，然后也会写一些自己的音乐。太棒了。对，哎，我想插一句啊，就是许多多同学帮我们成立这个 Go Live 音乐人联盟有着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因为我们其实音乐人很多时候就是比较散漫，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去做组织。当然，我有一点点就是做非营利组织的经验，那我也需要很多的帮手。然后呢，就是当时很多的我们周末这样的常驻的这些乐手，其实大家是对这个事情是不了解的。那我知道许多多是在其他的那些非营利组织做过很多的工作，好像有一个读书会，组织过很多次活动，所以我就知道他有很多经验，所以就把他拉进来，然后一起来成立这个非营利组织。然后我如果没记错的话，Go Live 这个名字好像都是许多多推荐的，对吧？然后大家哦，觉得非常不错，然后就把你它成了这个组织名字。记忆力非常强。这个 Go Live 是当时我们在某个公司，然后看到的一个横幅上的，就是一个 keyword，我们把它找出来了。对。对对对，你们到我们把这两个英文单词就变成一个，就是我们有独创性的一个 Go Live 这个名字。嗯，对的对的。你们到现在演出了多少场了？你们两位？先说我们组织吧，我们是2年前，2023年的11月份，然后是在交大校友会组织的一个游园会上，就几个音乐人就是决定我们不是对他们需要现场乐队，然后呢就找到几个朋友，然后这几个朋友就给他们在那个草地音乐会搞了一下午，然后给他们现场弹唱，是效果非常不错。然后那这几位朋友呢，就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就说：“哎，这种形式可以搞啊，那我们何不就继续搞下去呢？”然后就开始寻找就是可以长期演出的舞台，然后选了大概2、3家餐馆以后，最后就选定一家餐馆，就在那儿长期做起来了。所以就是2023年的12月份，周末酱这个品牌正式成立。我个人其实参加周末酱是2024年的3月份，嗯，对。对，许多多，你是大概什么时候参加的？
应该是2024年年末吧，差不多。所以你们演出是每周一场，对吗？对，以前我们是每个星期六都有一场，然后呢，大概3个小时，7点到10点，然后前2个小时是因为我们都是有一些就是常驻的乐手嘛，然后我们就会来轮值，有一个乐手挑头，然后呢，他会就是呼朋唤友，如果他是吉他手，他可能缺贝斯、缺鼓手，那他就要施展个人魅力，把这些乐手们叫齐，然后呢，就至少可以就是呈现一台设备齐全的音乐会。嗯对，然后呢，就是然后像许多多这种呢，就是可能就是不会每次都来，但是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就是乐手群，然后每次就是会在乐手群里头喊谁有空，我们今天缺键盘手，嗯。那请大家来，然后呢，这样就是可以至少每一次我们都有足够的乐手来支撑这个演出。嗯，哎，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说我们这个乐手，呃，我们有时候会排练，但应该很大一部分程度的时候表演，我们是即兴的一个表演，然后就是即兴在舞台上需要去听别的乐器在弹奏什么样的部分，然后什么样的旋律，然后进行一个配合，我觉得还挺有。即兴的表演。是的。对对对，这个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我刚才忘了说，嗯这个周末酱它的英文名字叫 Weekend Jam，Jam 就是 Jam 这个词，Jam 嗯嗯。这个词的它的意思就是乐手们在没有排练的情况下，然后聚在一起玩音乐，这个就叫 Jam。哦，是这样哦，我对，还以为是个日文那个中文。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其实大家都是斜杠青年，朝九晚五，就是平时其实很难聚在一起来排练。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只是说，其实就说你比如说你一个歌手，你可能是个吉他手，你歌手或者个键盘手，你得把你自己的部分，就是在没有任何其他乐器的情况下，你要把这个曲子可以完整的呈现出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如果当时有鼓手，鼓手就加进来 jam。如果当时有贝斯手或者其他的吉他手就加进来，然后大家一起 jam，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把它叫做 weekend jam。了解，原来是这个意思对，啊！我一对对对，这个直以为是这个其实是日文的那个非常重要的，这酱。个应该放在前面就把它讲了，为什么我们是叫周末酱？对，啊，那这个对你们的要求很高啊，你们得有一定，还不是一呃，定水平，得要比较高的水平才能够这种 可 freestyle 才能够是的，上去啊。是的，可以这么说吧，就说我其实弹吉他已经20多年了，大学里头就弹，对吧？然后呢，自己弹唱就是一直都在弹唱，但是真正这种玩 jam 的形式，而且是在别人唱的时候，我弹着吉他加入进去，我以前从来没有玩过，所以也我没有这个刚开始场合可以这么做，对，对吧？我刚开始玩周末酱的时候，我完全只是就说我把我的3、5首歌表演完了，我自己嗯弹自己唱，然后如果我有别的，就说乐手加入，我都是提前排练的，所以嗯。我在加入的前几个月完全没有就是 jam 的这种形式，但是就是在这个周末酱的这个舞台上，因为很多时候我还得给别的开放麦的人给他伴奏。然对。后就是逼着我把这个业务提升，所以我现在就是也可以就是在一首歌大概就知道一个和弦走势的时候，也可以跟着把这个曲子完成。我觉得就是等于是把我的音乐空间又开了一扇门，让我哇又找到了音乐更大的魅力，就是这个玩现场音乐的魅力。哇哦哇哦，我都没有想到你们这个水平已经达到这个出神入化的境地，可以其实也随性的。没有出神入化的，因为就说你说那个你可以玩的很花，也可以玩的很基本。我觉得我们暂时大部分的朋友们就可能就是玩的比较基本吧，但是就足够自娱自乐，开心一晚上了。嗯。嗯。好。哎，你们能够就是说达到这种水平呢，就是日常可以 feel comfortable，你也放心让他去上台的这么一个 group 有多少人？我们现在有一个叫做乐手根据地的群，大概50几个人，这哇。些人是可以拉出来，就是鼓手的话，他可以打得很好，也可以跟着歌手走，然后呢不出太大的岔子。然后键盘手也有很多，就是可以，就是你只要给他，因为现在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是可以在网上找到曲谱，那只要提前大概就是3、5分钟过一遍，基本上就是可以把那个曲子给完整的走下来。嗯。
哇哦，我有不同的体验。嗯就我一般就是，就是我还没有太试过，就是去主扛整一个就是表演，但是我会就是在别人就 lead 的时候，有时候是吉他在 lead，然后作为一个键盘的话，我就是会进行一些合音啊这种，然后我一般都是 go with the flow，就是嗯我知道它这个和弦的走向，然后我就用它和弦这里面这些音。或者是能匹配这些音，然后来 go with the flow，对，进行一个就是音色的让它，让这整个表演变得更加的，复杂，就是听起来没有那么单调，这样子。嗯，对，哇，对，其实那也其实这已经就是足够好了。很厉害了。嗯对，对，我可以讲一讲，就是说我们其实每次我们的周末酱都有一个主持人，这个主持人他有很多的工作要做。首先，他要到群里头去发广告，定一个主题。我们其实每次周末酱还有主题，有哦民谣主题、摇滚主题、怀旧主题、港台流行歌主题。所以就是首先就是要把这个主题定下来，然后呢要去拉人来唱，因为就是你要让表演比较丰富一点，你可以就说拉一些朋友来。然后尤其是拉乐手来，拉了乐手来了以后呢，你还要开放麦，开放麦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提前跟这些报名开放麦的人沟通一下，把曲谱找好。一般我做主持人的时候，那这个歌至少就是说在任何乐器都没有的情况下，我要一把吉他能帮他把它伴奏下来，这个就是我作为主持人我给自己的一个要求。嗯。对，哇，非常 impressive。你看我就是觉得哈，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到硅谷这边湾区来作为一嗯个 immigrant，大部分人就是在大厂有个工作，对吧？来高科技行业来上班的。所嗯以其实我们整体的这个在湾区的华人群体尤其是近20-30年来，它的这个成分非常单一，都是 high tech，everybody 嗯 is high tech，technical，嗯对吧？然后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大家说文化沙漠，我其实非常感同身受的一点，就是因为大家都不是玩这个的，大家都不是搞文化、搞艺术的，所以自然会觉得这里的艺术生会比较少。但是我其实观察到特别明显，就是近些年来各种各样的组织，你像最典型的有脱口秀，对吧？他们有很多话剧，有这种歌唱。有这种各种的表演，就越来越多的大家就开始把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发挥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值得让人欣喜的一个变化。呃，我就是特别希望我们生活在湾区或者是硅谷的华人，他能够感受到一种熟悉的文化氛围，这就需要靠各位去创造，然后提供这个平台，提供这个机会。而且听下来，你们不仅仅是说你们玩给大家听，而且你们是提供一个平台，让大家都能来参与，对吧？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了不起，因为很多人说实话，他甚至是只是因为 high tech 行业，比方说薪资比较好，对吧？我转专业什么之类的，我来这里一份工作，但可能内心并不一定真的就是想一辈子这个写程序写到老，对吧？他可能原来也是个音乐人，或者是做文化艺术的都有可能。我觉得有这样的平台给大家提供这样的机会，我就觉得特别好嗯。啊。我不知道你们做这个组织，你们的内心感受，是怎么样？因为你们做到这个规模，50个人的核心团队，1000多的粉丝团队，其实也不小，也不小。对。那当你们有这个 group 之后，你们不可避免的要面对大众的一个要求，对吧？他们的需求是什么？那或者说你们想把这个组织带向何处？这些东西问题就慢慢都会浮现出来了，对吧？对对，我想就您刚才说的一个说硅谷是文化沙漠，对吧？这个词我其实有我自己的看法。呃，嗯哼，我其实以前是常住在 LA，然后这边呢也是就是美国的影视音乐文化的一个中心，那这边肯定是文化的绿洲，对吧？然后呢，我就是相比之下，那硅谷这边主要是以互联网高科技为主。那可能相比之下，是属于就是文化是没有那么的发达。但是就是当我自己在硅谷以后，
我就发现，我就有另外的想法，我发现这边其实并不缺文化，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互联网大厂的这个薪资太高了，然后呢，他把其他所有行业的光芒都盖过去了。掩盖了。掩盖了。然后呢，这边的人呢，就是可能你玩音乐的人确实赚钱不如大厂的码农多，那你可能就在街上看到的，那肯定就是码农更多啊。但是这些码农很多，他们是有其他的兴趣爱好的，然后呢，他们也愿意去玩。然后我其实相比我在 LA 和在硅谷两地生活的感觉来说，我其实觉得在硅谷更能找到玩音乐的朋友。为哦，什么？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就是一个草根音乐人呐、那这些 LA 的这些职业的制片人，然后音乐人，我跟他其实是玩不到一块的。我反而是在硅谷，我能找到我的朋友们同样的兴趣爱好的人，包括我从 LA 过去，我的其他朋友们，然后他们在那边也找到了自己的共同的朋友，一起组乐队，然后就在那边就是好像很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文化沙漠这个东西，看你怎么去定义文化。如果你一定要说从专业的角度来讲，OK，那也许那边不是美国文化这个最专业的地方，但嗯是从兴趣爱好，尤其是从草根文化和音乐上面来说，我觉得那边完全不是沙漠，有很嗯多的爱好者。这也是为什么我就慢慢的就找到了信心，我觉得我也可以玩这个音乐，不是只要欣赏，我真的可以去参与。而且我更有信心，就是说组建一个组织，然后呢，让更多的人也像我一样，就是有信心的站到舞台上去展现自己。虽然不是很完美，但是也还可以，就是说不断进步，也可以愉悦大众的这么一个方式去展现自己的魅力。对，我觉得这个平台和渠道特别重要，你不能说对吧？只有最顶层和最底层，对，你中间这个上升渠道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嗯人就像你说的，他其实对这个感兴趣，嗯，并不是人人都一定要成为码农，对吧？对在我们自己去把这个渠道给 build 出来，让更多人有机会去表演、去创作、去发光发热，然后让别人看见他，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就特别有意义。嗯，而且你刚才提到创作这个事情，嗯大家谈到文化，很多就是我去听个音乐剧，或者这个听哪个演唱会，对吧？这是一种欣赏文化、消费文化。但嗯。我觉得在硅谷就特别有这种创造精神，就是我们可以自己创作啊，我们可以自己写歌。你们群是不是有很多很多人在自己？刚才那个 Raymond 也说自己也有创作。许多多，你是不是也在写歌啊？你是不是也哦，有很多新歌？对对，我也写歌，而且我正是因为加入这个组织，就是一开始我只想翻唱，然后去酒吧驻唱，这是我一开始的梦想。后来呢，想说弹一下钢琴，就即兴伴奏也挺不错的。然后更后来呢，就是加入组织之后，发现哎，大家都在写歌，然后有些人他甚至发行了自己的歌曲，我就想说，那身边人都这么做了，说不定我也可以。大然后加上家都在写歌吗？就是说你们这个群体的这些主要的成员都在写，是不是啊？很多人都我可以说一下，就是以前的这些就是创始大佬们吧。我们其实就是有两位创始团队的成员，他们都是清华的那个背景。然后呢，有一个老大哥年纪都不小了，60以上了。然后他嗯，就是从学生时代就写歌，然后他哇写了很多的歌。然后呢，然后另外也有一位就是我的同龄人吧，也是就是他写了很多歌。然后他甚至在就是硅谷这边 Mountain View 开了一个个人演唱会，大概唱了20几首歌，全部都是自己的歌。哇，然后我觉得他就是给了大家很多的 motivation。其实我们你说就是一晚上去，然后唱个翻唱的歌，流行歌曲，其实还挺有市场的。就是你展现魅力是足够，已经足够了。但是你如果通过就是写歌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思想，然后呢，表达自己对音乐的理解，就是你会让人觉得这是一件很酷的事情。然后那些歌也确实很好听，所以就是我其实也是深受这两位师兄的鼓舞，然后就是觉得，我觉得这个应该通过就是写歌的这种方式去表达自己的思想，表达自己对音乐的感受。对，许多对，多你是被谁鼓舞的？呃，也为还是大家所有人？
宪哥有非常大的鼓舞到我，因为我一开始参加了好几次聚会，他都 demo 了他的就是歌曲，然后我觉得哇哦，就是居然一个业余的选手能写成这样，就是写的特别的好，而且还找特别就是专业的编曲，然后所以我也就是想说要去真的开始写歌，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积累了非常多的就是那种旋律的小段啊这种，然后就是把它变自己成一个自己创作的小段吗？对对对，然后大概积累了有几百首、几百个哇，段，所以就是现在有了 AI 的那个辅助创作的话，就会更加的简单，把一些自己的一些灵感变成歌。而且回应刚刚说的那个文化沙漠，就是我觉得其实湾区就是大家有自己的一份白天的工作，就是大厂打工的话，会更容易有一些情绪，然后情绪带来一些灵感，然后把它们变成歌曲。对，这个有时所以你候我会想象自己就是这样吗？自己就是从工作中来的灵感吗？工作啊、生活啊都有啊，就是我有时候晒晒太阳啊，就是在喷泉旁边就是休息一下，也会觉得有很多灵感，就是这样的涌现。就是就是一个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的一种方式。嗯，你们要花多少时间？因为大家都有全职工作嘛，本来业余时间就是挺有限的。你们花多少时间在准备演奏，然后去制作这些不是制作，就是去维持这个驻唱的这个一个常规的活动，有多少时间是花在写歌上？那个这里你问了两个东西哈，第一个就是花多少时间去参与周末将，这个就是看你多久时间去参加一次，因为我们原来是每周都有，现在为了提升质量，我们是每2周一次。那你去的话，可能就是你也可以每次都唱一样的歌，对吧？那就是说可能训练的时间就不用太多，但是可能就没有太多意思。像我可能就是每次都希望能唱不一样的歌，那就要练。你们对自己的要求都好高对，对自己啊！有要求，对，其实也就像，其实普通人去卡拉 OK，你也不想天天就唱那几首歌，对不对？你肯定想学新歌，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呢，就说如果你想每2周每次都去，然后你又想唱新歌的话，那其实你可能要花挺多时间的。然后在舞台上，你要把你的歌呈现，比如说，就说你平时在练习的时候能练到100%，在舞台上其实只能呈现80%。所以没错，就是有这么一个定律，你就是肯定在家里肯定要练，不停的练，然后你对呀，才能在舞台上完美的呈现。对呀，如果你要是做主持人、做 host，那你还要除了自己唱的歌，你还要帮别人去练他们的那个曲子，所以这个确实是花挺多时间的。对，但是我觉得写歌这件事情呢，可能花的时间更多，但是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是因为你可能是记录心情或者表达一个思想，这个东西你可以，你不是说每天你非得要花多少时间去做，也不一定能做出来。可能对，首先你要等灵感，然后呢要做一些素材的积累，然后可能花一些时间去思考，然后呢你可以，其实我很多歌都是可能1-2个月才能写出来。或者有时候就说有一个灵感在那儿，突然某天1个小时就找着感觉了，就写出来了。对，然后但是写完了以后，你可能还要去推敲，所以我其实是挺慢的，我完全不急着说要发表自己的作品，我甚至可以就是比如说差不多了，我就会到舞台上去表演一次，看看大家的感受。如果大家觉得这首歌好听，那我就再打磨一下；如果觉得不好啊听，我甚至可能就改个旋律，可能比如说本来是一首民谣，我就改成一种朋克摇滚，看看大家的感受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会嗯。有做这么一些的不同的那个 practice。这两个东西是相辅相成的。你创造了音乐，你再去练习，再去拿反馈，和我对，们做产品一样哈。这是的，个，是的，是是的，是的，是的，对用户调研。对，因为当然了，就是有很多周末酱的那个忠实粉丝，每次来可能听，哎，你怎么老唱这首歌？但是我就想到，将来这首歌我可能要真的要发到平台上，每个人听都是第一次听，都是新歌，那我希望就是把这首歌打磨得更好一点，再发出去嘛。对对对，对。嗯许多多呢？你花多少时间在这个写歌上？我花在周末酱上的时间其实就是
每次我就基本上只花现场的时间，就是如果那首歌我没有听过的话，即兴的演奏了，对，我没有，它其实即兴我还是看谱的，就是我还是会有看一个和弦谱，然后根据这个和弦谱的和弦走向来进行一个即兴。有时候是纯靠听，对那种就不用看谱了。然后还有一些时候，就是如果那首歌我没有听过，我会在就是开车过去前的路上，然后花一点时间，就是把那些歌放到我的那个音乐列表里面，然后在开去的路上听，就是先熟悉一个旋律。嗯，就是这嗯，样。写歌呢？写歌的话，我其实跟宪哥采取了不同的就是方法。我那个方法就是特别快糙猛，因为现在就是有那个 AI 的工具了嘛。然后我基本上写歌，从我想到灵感，然后到写出来，就呃10分钟。10分钟。对，然后10分钟这个歌就上线了。没有上线，就是它就是一个可以分享的一个状态了。嗯。可以详细的讲一讲吗？这个就是你这10分钟都做了什么？我觉得呃这个可能对很多爱音乐的朋友都有帮助。哦，因为现在不是有那个叫 Suno AI 嘛。然后 对，AI 嗯，我就会简单告诉他，就是我先简单哼一段旋律，然后告诉他这是我的心情，然后并且请他就是写一个歌词，就是基于我这些心情，然后去生成一个歌词。然后这个歌词呢，一般来说还跟我的心境没有那么贴合，但因为我平时都找 ChatGPT 聊天，所以 ChatGPT 已经算是最了解我的朋友了。然后我就会把那个歌词拿到 ChatGPT 里面去refine 一下。嗯，然后 ChatGPT 会生成一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歌词，然后我再把它贴回 Suno AI 里面。对，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就是简单版。然后如果我想就是说用自己的声音把这个歌唱出来的话，我还可以去用声音克隆，就是克隆我的声音，然后进行一个 cover，这是 cover Suno AI 生成的歌。对，对，你上次给我们放的那首歌，就是虽然是你的声音，但你不是你自己唱的，对吧？都是 AI 是我来唱。自己唱的。对，这还挺难的，就是我还想就是在周末酱上表演这首歌，然后但我发现我只能模仿出80% AI 唱的，这是是我卓别唱的不如 林模仿 AI。大赛，卓别林得了第2名的意思是吗？对对对对，就是 AI 唱的太好了。但是这个不管怎么说，就是这个Go Live Music 音乐联盟其实是给了你很多的这个 inspiration，对吧？让你有这么一个对，环境，认识这么一帮人，然后看到大家都在做这样事，也给你激励，让你就是有这个勇气去尝试做自己的创作和很多这样的事情，对吧？是的，是的。如果我没有在周末酱结识一帮就是自己写歌发歌的人，我可能不会想到说，哎，原来我离他们这么近，然后我也 maybe 可以做到。嗯。那吃瓜群众呢，就是只会唱 K 的这些吃瓜群众可以加入吗？哎，你这个讲了一个挺好的切入点。刚才两个事情我都想跟你提。另外一个组织就是我们周末酱是一个就是推崇那个就是原创音乐、现场音乐，然后就是用自己弹奏。我们其实，在周末酱很少，几乎是不唱卡拉 OK。但是其实嗯。我们也知道，有些朋友们他们就是喜欢唱卡拉 OK。那而且就是我们的乐手虽然是很牛逼，但是不一定能就是像那个卡拉 OK 里头那些伴奏那样，就是完全的原版复刻，对吧？嗯。所以这么一帮朋友呢，他们想唱 K，但是他们也喜欢现场音乐。那怎么办呢？就是他们就自发的成立了一个组织。是在某个朋友家的后院里头，他们家后院有一棵很大的柠檬树，所以他们就成了一个组织，叫宁夏乐队，宁夏乐会，柠檬树下的音乐会。对，然后呢，就是这个组织呢，然后当然刚开始玩的时候，就是周末酱的这帮人。然后呢，宁夏乐队就是可以唱 K，也可以自己拿吉他去弹唱。然后我们这些人就说你在唱 K 的时候，我甚至帮你敲个鼓，这些都是可以玩的。然后没想到就是大家还挺喜欢的，所以就也办了好几期了。然后呢，也办得越来越大。然后我们成立了这个 Go Live 音乐人联盟以后呢，我们就把这个宁夏乐会做成了我们这个 Go Live 的一个音乐品牌。也就是嗯。说，我们现在 Go Live 有两个品牌，一个是周末酱，主推就是乐队，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宁夏乐队主推就是这种 KTV 的形式。嗯，但是其实有时候也有 overlap，就是大概是上个月的时候，宁夏乐会开了一个原创歌手的个人音乐会，然后哇，他在那天就是唱了十几首自己的原创歌曲，然后自己弹吉他，然后有些是邀请其他的朋友帮他唱，所以也办得很成功。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们只是在周末酱这么自己玩的话，可能就是会有一定的局限性。那我们现在，但是周末酱的朋友们当然有自己的初心，觉得就是想唱自己伴奏自己的演唱的歌曲。那我们成立这么一个母公司或者母组织，然后在这个旗下，然后进行百花齐放，做新的音乐组织。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那个整个这个影响力把它做大，然后同时呢，也可以就是说帮助到更多的人，可能以后就是把整个这个音乐生态把它做得更好。对对对，对。哎，你们有打算，比方说去开一些规模更大的演唱会吗？在湾区或者是其他地方？这个主要得看就是这个募捐的情况。其实我们其实刚刚才成立一年，然嗯后呢，大家都是就是兼职在这儿玩儿音乐，所以我觉得，因为我其实以前做过很多年的这种非营利组织，比如校友会啊，或者这专业人士协会啊，我知道就是你把事情做大了，就会需要有人投入很多。那对，你如果做不到那么大的话，那你还不如慢慢的发展。所以我就是现在我们这个组织就是，我们慢慢的发展，先就说先存活下去。比如说我们现在能募捐到能够足够多的钱，能办一些这种小型的草根音乐会，然后呢，我们的设备能够齐全，以后比如说到哪里去活动需要租场地，或者说谁要出专辑，我们可以给一些支持，这些就足够了。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近期的一些目标。当然，嗯，从长远的来看，有一个模式，比如说我们邀请知名的音乐人来这边开演唱会，这个哎，是对这个有可能赚钱，但也有可能赔钱。所以我们这个确实是我们的就是未来可能会做的事情，但是一定要就是慎重，因为毕竟就是如果赔钱的话，这个就很难继续往下做了嘛。我反而有一个不一样的意见，我觉得哈，嗯如果真的是嗯有些知名音乐人，不管是嗯谁，对吧？嗯嗯我们能够跟他合作，嗯不管是给他伴奏也好，还是跟嗯他们合作也好，嗯，这个经验本身来说，我觉得都值了。你就不要对。想本身这个东西赔钱不赔钱。对，但是我们也得看看自己几斤几两啊。就是知名音乐人给他伴奏这件事情，我们可能必须跟本地的就是专业音乐人合作。其实，在我们的那个这个理事会里头，包括我们周末将执委会里头，其实是有就是专业的音乐人，嗯就是有十几年驻唱的这个就是专业出身的歌手，有驻唱经验十几年，也有音乐老师在教各种乐器，教演唱。然后呢，我们已经就是把他们吸引到我们的这个组织里头来了，他们做了很多的志愿者的工作，嗯，然后同时呢，我们也会就是给他们介绍一些学生，让他们也能够就是在自己，因为其他人都是码农，对吧？我们好像用爱发电就够了，但这些专业音乐人其实他们赚的还不如码农，所以他是需要我们的扶持，所以我们就说利用这么一个组织。可以把这些专业的音乐人也吸引过来，然后提升我们整体的音乐水平，然后呢，也给他们带来一些就是好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Go Live 的一个宗旨。其实我嗯，们跟那个餐厅的合作也是同样的，我们我们利用他们的舞台来展现我们的魅力，我们也希望给他们带来客源，让他们也能生意上也能好一点。这样的话，我们嗯，就互相扶持。所以，我们其实现在办的事情都是很接地气的。我觉得，对如果我们能把这些事情做好，接下去做1年2年，然后呢有稳定的这个募捐，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做大，甚至自己开音乐会，对吧？请知名的音乐人来，然后扩大我们的那个影响，对对。甚至有可能做成一个就是可能有全职人参与的这么一个音乐组织，那是都有可能的。对，我特别特别就是 resonate 这一点，就是我又想到了那个硅谷脱口秀这个例子。嗯嗯嗯，首先他们也很接地气，
对吧？嗯，那个对讲的都是我们大家感兴趣、关心的话题。对，然后他们跟其他地方的脱口秀组织合作也非常多，包括去年嗯他们在嗯纽约，嗯，纽约拉风喜剧做了一场脱口秀的综艺，就跟国嗯，内的那个综艺很像对啊，但对对对都是北美的这个脱口秀演员去参对加，然后对他们北美也会选送人去国内参加国内的脱口秀大会的录对制。我觉得这种互动就非常好，就是说对我们本地有组织代表我们本地，对服务于我们本地，但是同对时又帮助大家通过这个频道和平台和渠道，可以 connect 世界各地、全美国，甚至是世界各地的这种音乐组织或者是音乐对人，我觉得那这个就特别美好，就这件事情。对嗯，对，其实有一个可以做的活动就是音乐节。是，对，音乐节就是你可以做大，也可以做小，你可以请知名的音乐人来，也可以做成草根音乐节。但嗯，是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能扩大自己的名声，然后对呢，也打出自己的这个本地的这个音乐品牌的这么一个方式。这个确实就是虽然没有在我们的 agenda 上面，not yet，但是呢，这个绝对是我们可以就是未来可以发展的一个方向。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就是在硅谷这块地方嘛，就是创业精神肯定都是在我们的脑海中根深蒂固的。然后我自己也是创业多次的，就知道有些东西就是得脚踏实地，对吧？步子太大容易扯着蛋。那我们就是走一步一步一步的走。如果我们能做出一定的品牌，做出自己的实力的话，那不怕投资人不会来看好我们。所以，与其在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去刻意的去推，还不如把我们现有的东西做好，把我们的那个用户群做好，把流量做起来。这样的话，自然会有钱来找我们的。来帮你们推一波流对量哈啊！虽然对我也没有什么对对对，流量，但是能推一点是一点。对对对，所有的都可以，大家团结起来嘛。就是将来我们可以，就是从您这儿拿到流量，我们也可以就说反哺，把我们的流量也给到你这边。哎呦，感谢感谢感好，谢。对，啊、那太棒了，我非常非常开心啊！我觉得这个聊这些事情就特别开心。嗯。最后两位要不要谈一谈你们在做这个不管是 Go Live Music 还是周末酱里面个人最大的收获，以及你们自己想就是往前看，looking forward，你们的这个不管是对自己对组织的这个愿景是什么？呃，我先说我自己吧，就是我其实来硅谷呢，本来是想创业，对吧？因为硅谷是我的福地，我18年的时候到硅谷，然后加入一家初创公司，后来就开了自己初创公司，做的还可以。所以呢，我去年来硅谷，第二次来硅谷，我是想复制自己的成成功，功的路径，嗯。成功路径，对，结果玩音乐成了我成功路上的最大的阻碍。然后就是我基本上就把这个精力都花在了周末酱之上。但是呢，我也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这个人活着还是要追求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对对吧？我不能忽视自己的这么一个兴趣爱好。对，同时，我也不停的在想，是不是这个兴趣爱好也可能给我开创一条新的哎，一个方向，对我个人的事业也有一定的成长。虽然暂时我还没有看见，但是我觉得有些东西可以做。首先第一点，我觉得就是我的这些音乐朋友们，他们对办组织好像没有太多经验，也不对，知道能走到哪一步。我觉得我至少就是说我能够把我以往的经验拿出来，成立了这个组织，然后今年的这个募捐的情况也还不错，至少我明年就是不用再抠抠搜搜的活着了，我们可以就有钱可以好好的玩音乐了。所以我觉得至少我的这个小小的目标实现了。那我觉得接下来，我当然希望就是这个组织能够办得更好，因为也有一些年轻人跟我讲，他们有很多的想法，他们甚至就说比如说有一些做 APP 的想法呀，把湾区就是推广这个让湾区成立乐队更容易啊，然后乐队怎么去就在平台上发歌更容易啊，我觉得这些想法都很好。那我希对对对望就是我现在就是把这个车子发动了。我希望有人接过方向盘，能够把它继续把它开下去，因为只有大家一起努力，才能把这个组织做大。对对，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小小心愿。哎，太棒了，太棒了！我觉得很多创业的想法就是
你不能为了创业而创业，对吧？嗯，你很多时对，候是因为我喜欢做一个事情，然后这里面有机会，然后我又喜欢做，然后天作之合把这个事情做成。都是，对，所以希望将来会有更。千万不要说是因为这个音乐耽误了你的创业啊，这个玩笑之话，玩笑之话。许多多呢？我跟谢哥也差不多，就是因为我自己在湾区非常大的一个非营利组织，工作，然后，也有一些就是管理的经验，所以说，就是希望我们组织的这个流程啊，还有人员啊，能够，这些就是好的经验能够分享到给就是 Go Live 音乐人组织，然后让就是 Go Live 音乐人组织能够做大做强，然后长长久久的，就是呃活着。对，这词不太好，长长久久的其实很实在，是这样子的。初创公司也是一样的，刚就是开始就是活着，先活着，活着就先活着。是胜利不管你啊，拿了多少轮融资，你的主要的任务就是活着。活着。对，就是就是反正希望就是这能够就是奉献一点自己的经验给这个组织。你别老谈组织啊，我听说你还有这个小小的个人的这个发歌的这个想法。哦，对，就是我发现，就是有一些朋友写了一些歌，但是他们还没有摸清发行的这条道路，然后我刚好也摸清了发行的这条道路，我的歌是发在了海外平台，就是像 Spotify、YouTube Music 和国内平台，就是 QQ 音乐和网易云这些都有发，所以就是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应该会做一个 workshop 或者之类的，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是怎么样搞清楚这个发歌的流程的。嗯，嗯，太棒了，太棒了，有机会对，这个去非常好。听听你的专辑。对，对，就是有了这个组织以后，至少就是我们能找到像许多多这样，就是把这些 figure out 的人。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些就是玩音乐的朋友，他们也需要这些嗯，信息，然后就把大家整合在一起，然后各取所需。对对，没错。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呀，太开心了！希望下次有机会去现场看你们的这个对，一定要来，一定啊，要来。对对对，嗯，就我可特邀嘉宾。我可能只能是这个唱 K part 哈，这个并没有什么都可以，都可以。音乐的才能。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只会唱歌 K，但是第一次跟乐队合奏，就是那种感觉你是你想象不到的一个有那种成就感的事情，哎呦，所以我强烈建议你来，就是选一首歌，提前告诉我们，我们先准备好，然后你来在舞台上把它呈现出来。对想想就觉得开心哈！大家如果有兴趣都可以去尝试哈。回头我们对，把这个你们的资料放在我们的视频下方啊。好的，好的，如果有好的，兴趣对音乐感兴趣的朋友们，甚至只是对唱 K 感兴趣的朋友们，对吧？都可以来加入你们啊。好，那今天非常开心，感谢两位啊。好的，好的，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那我们有机会就在线下 catch up 了，好吗？好的，好的，好的，好好，的，好，谢谢。希望好，谢谢，一起好，玩音乐。希望在周末这样现场看到你。好的好好的，的，好，好，再好，拜见，拜。拜。接下来就是一首红歌《红玫瑰》。我会等到醒过来的风，发现你对我紧密所有自己剩下疲乏的痛，在无动于衷。从背后逃避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是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心有情歌太沉重？我都是用不同，难受透了的瞳孔，终于逃脱，终于有恃无恐，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我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又落空。